我过得苦我。来，第一个叫做陈醋饮料，这个牌子的话呢，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知道啊。但这个东西的配料表啊，排在第一位的是水，第二位就是山西陈醋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这个，反正目前来说市面上我是没见到，并且的话呢，为了买它啊，我整整买了一整箱，花了我31块钱，总共12瓶，气还贼足啊，闻起来有点像是那个咖啡糖的味道。来。其实这东西啊，我怎么感觉就和喝醋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啊？倒出来有点像是那种带酒精度数的王老吉呀，闻着其实还挺香的，没有那种明显的醋味。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个真的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，你知道吧？你说它好喝吧，它其实还有一股那种陈醋的那种酸味；那你说它难喝吧，它还稍稍微微甜一点。其实这个味道真的很怪啊！我来喝这个，这还不如喝苹果醋，你知道吧？苹果醋至少的话，它是那种酸，它这个啊就是陈醋酸，没有别的啊。而且这个东西我感觉在那种特别困的情况下，来上一口，贼提神，贼醒脑。不信的话，各位可以去尝试一波。来，第二款东西啊，叫做果冻汽水。其实这个东西呢有2个亮点，就是说喝前使劲摇10下的话呢，就能够变成那种果冻汽水，味道是冬阴功风味的。怎么形容呢？只要你们吃过那个什么泡面啊、什么汤，你们都知道啊，就是那个冬阴功，不是谐音，也不是什么，就是你们想的那个。然后价格其实还不便宜啊，32块8毛钱6罐。来，咱们看看怎么个事儿啊。来，首先我先不摇啊，咱们尝一罐。这个我真没喝过啊。他说摇前是果冻状，然后摇10下就能出水啊。就感觉好像是没什么水分啊，要不直接先摇吧。这确定不会喷吧，兄弟们？好，你看看，谁叫我啊？这还好，这他妈的绝对是捣乱的是吧？来，冬阴功风味儿。我去，它真的就感觉有点像是那个果冻的样子啊。就这个味道闻着不是特别好闻。配料这里写的是用的浓缩柠檬汁、黄原胶、魔芋粉，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多东西。不会这个冬阴功味儿就是这个浓缩柠檬汁的味道吧？来一口啊！其实这个入口呢，我感觉比较新奇啊，像是在喝果冻一样，你知道吧？但是这个口味就是感觉像是吃的那个生的那种青桔的那种味道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又不像是青桔，就是。果然这个味道很冬阴功，兄弟们，感觉就像是冬阴功汤被稀释了的那种味道，再加了点气啊。总体来说，吃法还是挺新奇的，就是这个味道啊，感觉真的是遭不住啊。它其实比刚才那个陈醋饮料还要酸那么一点点，所以说这你们能想象到吧，兄弟们？来下一个啊。第3款东西是个可乐啊，不过这个可乐不是普通的可乐啊，这个是肉桂味的可乐啊。总共我买了4瓶，花了38块钱。上次那个陈醋味可乐已经颠覆了我的世界观啊。今天咱们看看这个桂皮味的啊，哎呀我操，这气还挺足啊。好，颜色应该是挺正的啊，闻着就是那种很普通的那种甜味可乐的味道。哇！兄弟们，这真的，他说什么像什么啊！但是我说实话啊，这里面我根本没有看到那种肉桂的配料啊。其实这个味道，我感觉应该就属于是在普通无糖的可乐里面泡了一根桂皮，大概泡1宿，味道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只能说啊，这个应该到不到难喝的级别，但是它跟好喝是完全挨不上边的啊。如果说3个里面呢要排序，我宁愿喝这个陈醋饮料。哇，算了，哪个我都不愿喝。来，下一个啊，兄弟们，这个东西是一瓶矿泉水，但是价格37块6啊。这个是来自于捷克共和国，水源地是采自捷克西波西米亚比利纳地区。当然，那以上都不重要啊，重要的就是这款水，它是唯一一个喝起来自带苦味的矿泉水。你们没听错啊，是苦味，颜色是红色的啊，但是估计是瓶身的颜色。我去，这里面带气啊，兄弟们，这里面还有汽水的声音呢。我去，你看这确实白色的啊，它这个写的叫做天然苦味矿泉水啊，闻着一点味道都没有，看着也是啊，这无色无味的，对吧？到底苦不苦啊？我先尝一尝啊。我过得苦我。它苦的不正常，你知道吗？不自然，闻着是一点味道都没有啊。
但是我刚刚入口的时候，它明显有一股那种很浓烈的那种气泡味，但是喝着贼苦啊，我感觉就是那种苦味剂的苦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兄弟们，以后要整蛊人啊，我感觉真的无色无味的就能够置人于，你应该懂的啊。到时候这个就藏起来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啊，你们能在阳谋系列里面见到它啊，但前提啊得等飞哥回来啊。好，下一个，最后这个东西啊，我感觉应该属于是那种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，有些人呢可能会喜欢，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它很难以接受。比方说我就是这种人啊。这个东西叫做鱼腥草露，顾名思义呢，就是鱼腥草榨出来的啊。它这里也写了啊，是鲜根24小时萃取的。那这里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啊，就喜欢吃鱼腥草的扣个1，不喜欢吃的扣个2。我先说一句啊，我是超级讨厌吃鱼腥草的，因为之前去四川呢，我点过一份凉拌鱼腥草，我就吃了1口，我就没吃了，吃不惯，你知道吧？那个很容易让人上头。今天咱们就看看这个鱼腥草，我先替你们测一下啊。如果说超级难以接受，那就对于那种鱼腥草狂热爱好者，那你肯定喜欢。哇，这打开就是那个味道啊，兄弟们，明显的啊，一股提神醒脑的味道。这个是原浆萃取啊，这颜色都很像，你知道吧？鱼腥草是那种略微有那么一点点黄的那个味道，你看啊，也是那种黄黄的啊。哇，这闻着真的一模一样啊，但是可能稍微略淡了一点，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配料啊，它写的是加了柠檬汁和浓缩苹果汁啊，所以说可能不是纯正的，但是也差不多。我先尝一口啊。我只能说我能接受啊，它其实没有那么难吃，它比直接吃鱼腥草的味道要淡很多很多，大概是它的1/10左右啊。因为呢，我这里看了一下，它这个鱼腥草的添加量是10%啊。其实能接受，但是我还是比较排斥啊，因为入口的时候呢，就明显能感受到一股那个鱼腥草的味道，只不过总体来说是比较甜的啊。喝完这些可以啊，但是你让我续杯绝对不可能，兄弟们。反正对于我来讲啊，这只有热爱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去特意买这个尝一下啊。那这些饮料呢，我个人觉得应该可以把5年前的那个最难喝的饮料把它给顶掉啊。之前5年前最难喝的是什么？红色尖叫、黑松沙士，还有那个什么崂山百花池藻水，哎，这一些再把这个加上，再加个这个可以排在榜首啊。苦味矿泉水，来尝尝这个矿泉水啊。你见过冒泡的矿泉水啊？它就是这样的，天然的，闻不到味道，天然矿泉水。这药啊，好难喝啊！这什么？矿泉水，我说了800遍的矿泉水。这他妈才叫矿泉水！在一份一乐拉面里面加料100块钱的叉烧肉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上次我们在一家卖一乐拉面的店里面买了100块钱的加料日式牛冻饭，立的 flag 呢是点赞达到1万，我们就买一个加料100块钱的一乐拉面，俗称就是日式叉烧拉面。那今天这条视频兑现承诺啊，我们就看看加料100块钱的日式叉烧拉面，也就是一乐拉面，吃起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 ？OK 啊，就这家店啊，上次我们点了它的日式肥牛饭啊，所以这次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点它的这个啊，名人日式叉烧拉面啊，其实也就是一乐拉面嘛，一碗面是到手16块8啊，豚骨高汤，哎，我去，还有地狱特辣呀！那我们就来一个中辣的吧，酸汤味的。同样啊，跟那个肥牛一样，肥牛片是1块3毛8一片，它这个叉烧肉是1块8毛8一片。来，就是这种啊，猪肉厚切叉烧，商品描述：猪肉厚切叉烧，相信我吃了不会长肉。那我要是买100块钱，你说会不会长？我们就直接开始点哈。总共是53片啊，99块6毛4分钱，那应该就差不多啊，4舍5入刚好100块，对吧？来吧，直接下单啊！这次咱们就不备注了，因为上次备注了之后呢，酱汁给的多，超级咸啊。OK， 付款成功。等会儿如果老板会打电话给我们的话呢，咱们就直接让他给咱们多加点面或者多加点汤，我就知道肯定会打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那个一乐拉面的商家，就是你刚刚下了个单，你加了54片叉烧吗？对啊，没错。我是说打电话问一下你，我怕你点错了。不说的话，我得另外给你装，哎，就没有办法放在面上面，会另外拿盒子装起来。也行。然后我怕那个面可能会不够吃，就能不能给我多加一点面什么的？到时候我看吧，因为你现在只是点了一份，我只能给你稍微说多加一点，但也加不了太多。可以，好啊。拜拜。好，行，谢谢啊。应该也是啊，如果是正儿八经买的话，确实是加不了面的，对。但是咱们一次性买这么大嘛，稍微酌情加一点点应该是可以的啊。所以到底加了100块钱的日式叉烧面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咱们待会儿见。
来，到货了啊！这里写的餐盒费是收了我7块钱啊！我看一下，1个、2个、3个，这个是面，兄弟们，他说加那么一点面啊，给我们加了，装在这里面啊，我以为是单独给我们加在这个面里面啊，没想到是单独拿盒子给我装的，确实真的很佩服商家啊！而且呢，他拿这个装啊，就证明我是加了的啊，你别说我没加。来，咱们先看看这一份普通的一乐拉面长什么样子啊？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最正儿八经正宗的那种啊。说它是一乐拉面可能差点意思，但是说它是叉烧拉面应该是没什么区别的啊。一个溏心蛋、名门卷，再加上3块叉烧，底下是这个黄色的面啊，而且它这个做到是面汤分离啊，兄弟们，来直接搞下去啊。这样一弄的话，基本上就找不到那个东西了，就把它拿上来一点。好，1片叉烧、2片叉烧、3片叉烧，还有名门卷啊。这名门卷都找不到了，兄弟们啊，在这儿啊，超级薄啊，这个名门卷，你看面的话呢，确实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少啊。咱们先把刚刚他送的这个面给加进来啊，汤确实有点多啊，得加点面才行。说送的不多，但是也多啊，你看这有这么一大坨了，这老板其实还是挺好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咱们买的这100块钱叉烧啊，总共2盒装过来的，2块钱一片啊，我去，闻着超级香，是那种类似于那个烧腊的那种味道。我去，这一倒一下直接满了，我还没加肉呢，兄弟。这样差不多，稍微倒点汤出来，然后这样再铺肉啊，1块、2块、3块啊，这基本上已经是超级正常了，对吧？开始加咱们买的啊。加了面里面本来的3片啊，我们总共加了26片进去，这里呢还剩下30多片，加不进去了啊。按价格来算的话，这里应该就是50块钱的叉烧啊，还有一半都没加进去。不过就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感觉日式拉面瞬间变成了那个黯然销魂饭。来，兄弟们，咱们就直接开始啊，尝了它这个面怎么样哈？那现在吃面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得裹着肉吃了，要不然吃不完，真的。哇，我点的是酸汤的味道，吃着有一股那种酸酸辣辣拉面的那个味道啊，牌子我就不说了，跟它那个味道差不多，但是比它那个要重一点。其实它这个面，我感觉比那个豚骨的会稍微有味道一点，它其实不是纯酸汤的，是那种酸辣的味道。这个烧肉其实吃着略微有点甜呐。它这个叉烧是这种的啊，瘦肉裹着肥肉，煮完以后再切开的。薄如蝉翼的名门卷，索然无味啊，根本尝不出来名门卷里面那种鲜味。再来口汤，这个面基本上就是肉里的甜，汤里面的酸辣，加上面中间的咸味都有了，就唯独可能少了一点鲜味。不过说真的，这一碗面确实遭不住这么多块叉烧啊！它这个叉烧是吃的有点腻的，面的话呢只有这1口左右了。最主要是这只是半份啊，我这里还有1碗啊，还好啊，我这里还有泡面。吃完这一顿的话，剩下这些肉啊，泡面给它继续吃掉。这里还剩下10多块，面已经没了啊。那剩下这些肉呢，给它挑出来吧，到时候煮个面或者再煮个饭啊，把这些其他肉给消掉。个人觉得比上次那个肥牛饭是要划算一点的，因为这个能清晰的看得到一整片的那种肉，1块8毛8，上次那个一片肥牛是1块5，所以说这2个对比啊，我宁可选择这个。1碗辣椒炒肉加1个水蒸蛋加1碗米饭，只要11块5，兄弟们，就这分量啊，我感觉商家都赚不到钱了。前几天我们不是拍了一期0分外卖的视频吗？然后底下有网友说呢，你可以去看那种销量特别高的那些店，它其实他们店里面虽然销量高，但是差评也特别多。我记得差评外卖呢，我之前也拍过，但是只是专门找的那种评价里面差评最多的。不过你要说销量高的话，确实平时点的话真不会看，确实就是看它销量高然后才买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以我们当地啊这个外卖平台的店铺销量最高的里面的差评，我们看看啊买过来之后啊，东西吃起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？外卖平台的话呢是有2家店啊，我们先打开这个小蓝平台啊，综合排序改成这个销量最高，排在第1位的是奶茶啊，这个应该不用看吧。第2家是小炒店，然后差评有60多条啊。第一个打开就是没什么肉啊，这里有个人说啊，如果大家想用券，别点这家，用了券就全是肥肉和辣椒，肉其实挺多的，但是他说的全是肥肉和辣椒啊。煮蛋是蓝色的还是臭的？我去，这颜色你要这样说，那确实有点蓝呐。菜难吃不说，蒸蛋是馊的哦，这个就是蒸蛋呐。一个说蒸蛋是臭的。
的，一个说蒸蛋是馊的，水蒸蛋颜色奇怪啊，这又来了一个。那其实基本上来说，大问题就是2个啊，一个就是这个肉末水蒸蛋啊，5块钱1碗，还有就是这个辣椒炒肉啊，他们说是辣椒多肉少啊，来1碗米饭。那咱们就直接来这一个啊，有一个6块钱的红包，我去，我这2个菜啊，一个辣椒炒肉加蛋加饭，才花了我11块5啊，这我感觉分量少也说得过去啊。这个辣椒炒肉我实付才花了6块钱。来，咱们去那个小黄平台看一下啊，点开销量最高，小黄平台呢排在第1位的是叫做小碗菜的啊，它是月售了6000单，差评200多条。第一个是红烧肉里面泡在油里的菜，2口给它腻吐了。老板回复啊说红烧肉是比其他菜会油一点。还有是水煮肉片啊，是包装食品。口水鸡也是冰冻的哦，这是口水鸡啊，菜都是冰冷的，从冰箱里拿的。口水鸡放在冻了，很凉。有连续3、4个问题啊，说这个口水鸡是冻的啊，商家已经解释过啊，这个是冷藏品，但是上面有冰碴子啊，因为它这里有图片是有冰碴子的。回锅肉全是肥肉，葱油烤鸭是打死了卖盐的，太咸我当场就扔了，给狗狗都不吃。看，那基本上来说这家店就是红烧肉啊特别油，口水鸡是冰的啊，葱油烤鸭是超级咸，基本上就这几个问题吧。这个也点1份米饭啊。然后这里还有2家店啊，全部都是月售6000的，粥店、华莱士还有这个湘菜馆。我看看这粥店有没有这个评价啊？我去，粥店都有差评100多条啊，差评难吃死了。皮蛋瘦肉粥，你的肉不新鲜，但是味道还可以，肉有点味道，2根油条没有1个是脆的。我去，包装还有血啊，食品不新鲜，老板加料，以后不用了啊，头发。我去，粥里面居然还有蟑螂啊！我天哪，我们也点个粥试一下啊。他其实说的最多的就是皮蛋瘦肉粥啊，还有油条啊，油条不脆对吧 ？OK 啊，全部买完啊，总共咱们买了3家店，全是销量最高的店铺，并且只买他们里面的差评品。我们去看一下，到现在他们那些品经过了那么多差评的轰炸以后啊，到底改正了没有？来，都一全到了啊，咱们一个个来啊。我们先从那个小蓝平台开始吧。来，首先是小蓝平台啊，这个就是辣椒炒肉加水蒸蛋加米饭啊。我们总共实付呢只花了11块5啊。所以说兄弟们啊，这个东西你别说差评了，它只要能吃，那我觉得都能接受，因为这个价格又辣椒炒肉又加饭还加蛋的，我去，感觉还可以啊。那根据差评里面来说呢，就是蛋呢是臭的，对吧？这个是评价最多的一个。这水蒸蛋上面还给了肉啊，你看。我看划开来啊，它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那种青色啊，闻着没有什么其他的区别啊，但是我感觉这个应该不是坏了啊。它这里说呢，就是如果水蒸蛋颜色变黑呢，就是碗是金属的，然后金属接触到鸡蛋表面产生了氧化反应，所以会变黑啊。总体来说问题不大啊，就是它蒸的时候呢是用金属碗蒸的，所以导致这里面是黑色的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辣椒炒肉啊，实付这个辣椒炒肉只花了6块。我去，好像还可以啊。评价里面有人说呢，就是肉特别少啊，辣椒特别多。其实这样看一下，感觉这肉也不少啊。然后有人说肥肉比较多啊，这全是肥的，肥的确实多一点。你看这也是肥的啊。第一份啊，要知道我们的价格总共实付才11块5毛钱，看着确实啊，肥肉稍微多那么一点，但是分量的话呢，还是可以。这喷不到人家分量上，只能说这个肥的多一些，但是毕竟便宜啊。吃起来味道感觉跟普通的辣椒炒肉没什么区别。但是评价里面出现的那2个问题呢，也是在我们这个外卖里面是有的。辣椒炒肉肥肉多，这个蛋颜色比较黑，但是闻着不臭啊。它吃的就是一股那个纯的那个油的味道，很油，但是没味，感觉这个应该没加盐啊。我来一口它这个肥肉啊，肥肉我只能说还行，如果裹在一起吃的话，还是挺不错的。那第一家店只能说它跟差评里面呢确实大差不差，但是那种发臭啊，关于那种质量问题的，目前还是没发现啊。但就这个黑的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属于质量问题的其中一种。如果是的话呢，那这个也算啊。如果不是，除了分量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来，小蓝平台看完啊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小黄平台的啊，实付54块钱买的3个菜1个米饭啊。那总共买的3个菜呢，一个是红烧肉，一个是葱油烤鸭，还有一个是口水鸡啊。首先说这个梅干菜红烧肉啊，超级之油。就跟泡在油里面一样啊！我去，不过你要这样说，这一份好像也是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周边啊，确实油是超级多的，看到没？其实我说实话，这个看着真的挺诱人的啊，但吃啊，我觉得铁定会发胖就是。然后第二个是说这个口水鸡啊，全部都是那种冰的。摸起来不是冰的，看着好像还可以啊，那种红油感觉。不过就这个地方看啊，它这个鸡呢，明显有这种结冻的情况啊，然后这个上面有鸡毛啊，然后最后一个是葱油烤鸭。哇，这个烤鸭看着也超级诱人啊，兄弟们！来，就这差评里面3个问题，咱们尝一下啊。先尝尝这个烤鸭啊，差评里面的很多都是说这个烤鸭超级无敌之咸啊，说跟盐不要钱一样。
哇，它这个应该不叫咸，兄弟们，应该是那个味精之类的东西放多了啊。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咸的一种啊，我只能说它这个超级有味，就是有味的不正常，你知道，就是那种。味道其实我觉得还行，就是这玩意儿啊，它单吃不行，你得下饭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不是盐放多了，就是可能味精之类的东西会稍微多一些。小孩子肯定是吃不得的，因为这个味道太重了，而且也不太建议各位多吃啊。这个东西跟普通的烤鸭味道还是不太一样的，它是有点香的，太离谱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那种味道。来，第二个我们尝一下这个白切鸡啊。我去，这烤鸭啊，千万吃不得！我明显能感觉到这个白切鸡是有味道的，但是吃了这个烤鸭再吃这个白切鸡，显得它索然无味，你知道吧？我认为这个东西它平常是冻在冰箱里面的，如果冻的时间稍微长一点，然后你立马点个这样的外卖，可能拿过去它确实会有冰碴子。我这一份看的应该也是开始是带冰碴子的样子啊，因为它这里面有很多那种结冻的块儿，吃着整体味道还是可以。总而言之，比这个葱油烤鸭稍微正常那么一点点。来，还有一个是这个梅干菜扣肉啊，我去，这个肉是比刚刚那个肉要结实很多啊，这一块啊全是瘦的。不过这个价格也贵啊，这一份20块5毛钱，我们刚刚那个辣椒炒肉只花了6块啊。来尝一口。哇，这贼香啊！怪不得销量高，这真的超级带劲。我看它这个肥的哈，肥瘦相间。来一口啊，腻可能是有那么一点的，就是这个油啊，你看差评里面说的最多的就是这里面的油很多很多，所以我觉得这家店的菜其实总体来说没什么太大的那种问题，它就是重油、重盐、重口味。那这家店的话，妥妥的就是长标3件套啊，就这个梅菜扣肉啊，你吃完最少要胖2斤。来，还有最后一个啊，皮蛋瘦肉粥，还有这个油条啊。油条的话呢，是说从来都没见它酥脆过一次啊。来，这个是他们的油条，是这样的啊，跟我们这边买的还是有差距的，它就跟那个洋快餐品牌里面的油条一样。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半成品，直接锅里油炸出来的，或者空气炸锅做出来的。这一根油条的价格2块钱，兄弟们，贵还是挺贵的啊，吃的只能说一般般吧。然后重点是这个啊，大部分的差评都是在喷这个粥啊，理由很简单，粥的味道可以，就是这个肉是馊的，肉是坏的，肉特别少。我去，闻着贼香啊，分量还可以吧，这都快满出来了都。我去，一碗价格20块，怪不得可以啊。闻起来就是那种皮蛋的味道，肉的味道其实闻不出来啊，都说好吃的啊，但是肉臭的哈。味道真的可以，兄弟们，感觉应该是加了其他东西的那种咸粥，就它跟普通的咸粥不正常，你知道吧？除了咸味，估计还加了其他那种科技粉末，要不然不会这么香啊。肉的我也吃到了，其实我这一份感觉还行啊，没有那种肉很臭很腥的感觉。这个粥确实好喝，怪不得销量能做得这么高。那这家店呢，总体来说我觉得还可以啊，它只能说就是粥里面加了其他的东西，然后肉的问题的话呢，就但愿是商家改进了啊，反正至少我们吃的是没问题。其实今天咱们点的东西呢，所有的全部都是销量最高的店里面的。其实也发现了问题啊，就每家店它销量高也是有原因的啊。第一家店啊，超级便宜用完券。第二家店的话呢，就是它价格虽然贵一些，但是它这个味道真的超级之好吃。但是就是可能吃完啊，容易长胖。最后这家店这个粥啊，没有什么槽点，你知道吧？这个粥能做到这个味道，我觉得真的是。我这每一口吃下去，就是那种咸咸香香的那种感觉。但是这反映出来的并不是说他们手艺有多好啊，只能说他们这个什么东西的剂量加的可能稍微多一点啊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呢就是这样啊，最后希望各位能够帮忙点赞支持一波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我吃啊，得劲啊！哇塞，这个外卖烤肉太给力了，整整这么一大桌，只要168哟，8荤8素，还有饮品，还有主食，还有这个电烤盘。将这些工具全部安排到，桌布也备齐的，都是当天现切现拌的原切肉，简直是把烤肉店搬回家。兄弟们，168块钱，8荤8素，送饮料，送工具，并且还送电烤炉，全国连锁店，确定这么卖，老板不亏本吗？来，咱们话不多说啊，今天就来试一下啊，看看这个到底怎么个事儿啊。我记得我们当地其实以前有一家呢，也是100多块钱，然后送那个电烤盘的，其实东西不算特别多啊。这家店的话呢，它是东西又多，然后送工具还送饮料啊，比上次那家好一点。来，就这个啊，8荤8素加一个饮品加主食加电烤炉啊，2到4人餐，已经卖了1万份啊，直接下单哈。来，话不多说啊，咱们今天看看这东西到底怎么个事儿啊。到了啊，这个他写的全国200家门店啊，看看怎么个事儿啊。这个他说是送的啊，大瓶的雪碧蘸料，这个什么？哦，这就是锅，这么轻的锅吗？我操，这宿舍用的吧？你闻那股臭味吗？是酸菜的味道吧？啊，好像是这个东西吃了不够我们明天3个人。也没多少啊，8荤8素，最多不到200块吧。送个锅，
生火锅也不值钱。你现在这个生火锅，谁还觉得很牛逼吗？上次我们也拍过一个，那个是100多少钱忘记了。好，兄弟们，咱们看看菜啊，数它的荤的先哈，鸡柳是吧？这个是说他们的招牌藤椒鸡腿，然后这个是五花肉、培根，这个是什么香肠之类的啊，还有这3个，刚好8个。素的话数一下啊，馒头、土豆片、洋葱，这个是雪菜吧，然后金针菇、辣白菜，还有生菜，这是7个了啊，再加一个花生米或者这个我感觉应该其中一个是调料，其中一个是菜，你知道吧？总共就这一堆啊，186，还是便宜了一点，168吧。反正他说这个是2到4人餐啊，我是觉得2到4人这个放的就特别的宽松，你知道吧？跨度比较大。你2个人吃的话，其实我个人觉得还够，但是4个人吃就明显不够。我们折个中3个人哈，3个人看能不能吃得饱。没有油啊，我们先拿着五花肉炼点油，好不好？而且它这五花肉看起来还挺新鲜的。他说是现切的。可以了。我稍微剪一下，他送的东西你得有理由用上，你知道吧？但是闻着这个味道很腥啊。我烤肉怎么会腥？可以。但闻的腥啊，吃的一点都不腥哎。那这个料看样子很猛的。是啊，这料可以。这撒料怎么让我想到了淄博烧烤啊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还可以。这个是他送的啊，这是什么肉？这牛肉哈。牛肉啊！哎呀，这个他说是原切的，兄弟们。看这个哈，先是红出水，有点洋葱啊。洋葱留一点吧，等一下生吃。来看看我这个啊，这剪辑师的手艺啊。哇，这怎么吃的有爆米花的味道？给了麦芽糖应该是。看这片啊，哎呀，这个料撒上去。这个料它得辣椒粉加孜然粉合在一起。接下来鱼子的手艺啊，专业的哈。好，专业的。这个青椒，这是辣椒炒肉啊。拿点五花哈，倒点油出来。香不香不？香。辣椒炒肉肯定香啊！这个时候要有碗白米饭。我操！剪刀不快，影响了于师傅的发挥。于师傅自己不要啊，于师傅，这不忙碌2个小时都要饿瘦了，我操，牛逼！来喝饮料啊。我来。那个。逼。什么味道？矿泉水吗？这矿泉水，纯天然，纯天然，跟喝中药一样。棍子都没去掉，保证了原汁原味儿。哎呀，这个和跟花糕的味道，好像就这个还可以哈。我感觉这个肉不蘸料也好吃啊。它自己本身就腌制过的，这个。对。骰子牛肉，这个油十分珍贵。对，这个是核桃油。将近闻得下了，我操你妈！这吃啊，得劲啊！可以，差不多。吃。来尝尝它这个啊，这个是骰子牛肉。哎呀，好硬。好咸，吃了一口盐一样。越吃越咸的玩意儿，好难吃。鸡柳啊，鸡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。真咸呐！也咸吗？鸡柳也咸吗？咸，那还是挺嫩的。强行给肾增加负担，兄弟们。是哦，花就够4个人吃。来点这个洋葱，缓一下，香肠。这素的啊。烦恼进入耳朵里，摇头，把烦恼摇出来。这是奶香小馒头啊。哇，还脆脆的，全场最佳。全场最佳是那个最苦的矿泉水。你看这个肠啊，瞬间变热狗。刚刚吃的馒头的圆锅，我感觉好好吃哎。这肠是吧？肠有一股那种纯牛奶的味道。纯牛奶，我感觉是那个肉饼汤的味道。把肉啊，只要好吃点的肉都给搞下。辣椒啊，这才是烤肉应有的样子，兄弟们。回锅肉啊，你见过回锅牛肉的吗？来，这得拿着生菜裹着吃，裹一点这个青椒，来点肉。好。哇，一股那个肉夹馍的味道。
我其实真没想到，就是它这个烤肉的话呢，会给你送这个青椒，你知道吧？而且总体来说168，我个人觉得比上次我们点的那个烤肉外卖，记得不？那个应该要好一点，因为它这个里面是除了肉啊，没有生菜铺底。上次那个是生菜铺了底之后，就那么几片肉，一下就没了。这次我们其实吃了好几波，才勉强把这个肉吃完了，还有这个培根都没动啊。168，3个人吃是绰绰有余，4个人的话，这得看饿到什么程度啊。我想靠吃烤肉吃饱，其实不太现实啊，所以得搭点其他的主食吃。对，来吃啊吃啊，这个馒头还可以。本条视频不是广告啊，就是纯个人体验。我去，你们见过这种边角料没有？面包胚子啊！兄弟们，今天我估计应该属于是学生福利的视频。今天呢，我又给大家找来了那种价格比较低的，并且量特别大的那种边角料美食，到底怎么个事儿啊？咱们话不多说，接着往下看。来，首先先看看第一个，这个叫做冻干榴莲碎肉颗粒，总共是3包，1包50克，3515，150克，花了35块9毛钱。榴莲的话呢，大家都知道是比较贵的啊，尤其是那种冻干榴莲，也是卖的超级之贵。不过这个呢，1包只要10块钱，兄弟们。来，你们看啊，里面就是这样的，全是碎的啊。这1包只有50克啊，我们看有多少。来，这就是1包，超级小啊！我没想到啊，就这还能拿出来卖的，闻着确实挺香的那个榴莲味。我先简单尝一下。这种白色呢就不是特别甜，但是这种黄色的部分呢就非常甜。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啊，它虽然小，但是看剧的时候呢就跟吃爆米花一样啊。其实不管网上的还是外面有卖这种榴莲的，这个网上的价格呢是15块钱啊1包，然后3包的话呢是46块，但是它1包只有32克啊，我们这1包是50克，所以对比这种榴莲的话呢，其实这个还是挺划算的。但如果说超级便宜的话呢，其实也不是啊，也就比普通的便宜那么一点点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就各位看个乐就行了啊。普通买还是建议你们买新鲜榴莲。来，第二个啊，这个是属于号称批发2级残制品的芒果干边角料，总共1斤装啊，工厂清仓价19块7。那芒果干什么价格，大家可能都知道啊。就拿那种大牌子的来说啊，1包408克就要27块，这个只要19块啊，500克，我感觉这个超级多啊。闻着比较香啊，但是不是那个芒果的味道，有点像是那个奶香味，你知道吧？不过这样看的话呢，应该就有点像了，对吧？芒果干的形状，吃着其实还可以，不是特别酸，芒果味比较重啊。品名这里写的啊，芒果干边角料，配料这里排在第1位啊，鲜芒果。所以有喜欢吃芒果的，我建议各位可以看一下啊，别买成品包装，你收边角料试一下，花普通价格的那种钱啊，如果买边角料可以买的很多，这个只要20，兄弟们。这看着确实没什么问题，值得推荐。来，第3款，兄弟们，这个人家叫做手撕炭烤原味鱿鱼丝啊，鱿鱼丝大家都知道是卖的超级之贵，我们旁边的超市啊，50克就要11块8，这一包兄弟们500克24块8，比它贵1倍，但是多了它10倍的量。配料排在第1位啊，写的是鱿鱼啊，估计品相也不咋地。我去，感觉还可以啊。来，你们看。我去，兄弟们，你管这叫边角料？里面还有一堆没倒出来啊！我这个盘子已经满了，兄弟们，24块钱啊，几乎可以说是实现鱿鱼丝自由。但它这个不叫鱿鱼丝啊，这么大一片啊，这个应该叫鱿鱼片吧？可能跟那个芒果干一样啊，不是特别整齐，但是实话实说，打开就是那个鱿鱼香。就是这个味道，但是可能它不是那种包装的那种鱿鱼丝的那种味道，它有点像是那个超市里面买的那种散装称的那种鱿鱼条。其实味道感觉不是特别足吧，就可能包装的那种会稍微甜一点，然后有一点那种鲜味。这个整体来说差点意思啊，但吃着还是那个味道。你说兄弟们，这我突然就想啊，你说是散装的，是不是从这进的货啊？而且就主要是这一堆啊，才20多块钱，瞬间感觉超市的完全就不香了，那就是宰人啊。所以如果有喜欢吃鱿鱼丝还有鱿鱼干的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你们去搜一下边角料。我这一份呢是24块钱1斤，如果能找到更便宜的话，那记得私信我一下。反正这个价格啊，比超市里面是要便宜很多的。来下一个，兄弟们，这个东西啊已经完美诠释了什么才叫做边角料啊！包装透明塑料袋啊，反面有一个合格证。这个东西呢叫做老式手撕果丹皮山楂卷边角料，价格啊我不知道我买的算不算便宜，17块5毛钱，买2斤送1斤，那应该理论上就有3斤，对吧？我去，这是不是算好的呀？1500多一点。然后它这里面的话呢，你看啊，都是这种的碎的，但是又不是完全碎的，有这种大块的，我猜应该是从机器上面切下来的啊。但是吃着没什么问题，是果丹皮的味道。不过这个东西我感觉平常应该挺便宜的啊，我搜一下，再便宜也没有我们买的便宜啊。这个店里面是150个7块5啊，我们这个是17块钱3斤。吃着呢和正常的真的一点区别也没有，除了就是造型不是特别好，而且包装这么大一个啊。
这个建议如果有宿舍的小伙伴啊，几个宿舍的人一起拼一份就可以了。这人太多了啊，一个人很难吃得完。来下一个，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啊，完美的诠释了什么东西叫做边角料。这个叫做奶香吐司软面包边角料，总共4斤。15块9毛钱，说白了啊，这个就是面包的那个四方包外皮，叠的超级工整啊，从上到下，而且还是熟悉的尼龙扎带。整体看起来就底下有一个合格证啊，你看就跟那个千层一样。我买的呢是有2种选择啊，一个是空心部分，还有一个是边角部分。那由于我吃那个面包，我比较喜欢吃边角部分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边角部位。它中间那个白色部位我觉得比较软啊，所以我不太喜欢吃，我就没买。不过价格也是一样的，我看了一下啊，都是17块9，称了一下，正好2049啊，4斤重。来，厂家啊，属实是把边角料玩明白了，中间的部位被掏走了。哦，这个吃的跟那个吐司面包啊，那味道一样的啊，吃的味道跟那个一模一样，就是可能这一块的话呢，是有一点点那种糊味啊，就是那种意思。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吃这种的，因为中间那个软的不太喜欢。而且吃的时候呢，还有略微一点点那种葡萄味。我感觉我这个可能是做的那种葡萄口味的那种水果吐司。别说啊，这个边角料除了造型边角一点，其他没任何的槽点，价格又低，对吧？来，还有最后一个啊，来兄弟们，这个东西叫做雪米饼，总共是4斤，我花了23块8毛钱。那雪米饼我就不用解释啊，大家都吃过，总共4斤重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啊。我先把这个箱子去皮啊，然后称一下，我去，果然啊，4斤重。这说实话啊，这边角料一点确定少量都没有啊。这个同样呢，就是袋子上面有个合格证，不是拿扎带扎的啊，拿绳子系的。果然啊，咱们要便宜对吧？那包装肯定稍微差一点，很正常。我去，来，这个就是他们所说的2级品啊，这种缺了一点点的就叫2级品，还有这种散的啊，我肉眼一看，这里有根头发，兄弟们。这不是我掉进去的啊，我没有这么长的头发，就这质量的问题，咋说呢？这个肯定就是现场的工人掉进去的头发啊，我就不吃那边，我吃这边吧。这吃起来的味道，我感觉跟那个谁没什么区别啊。但是可能是我太久没吃这个东西的原因，我感觉对比那个品牌可能还是稍微差点意思。因为它这个壳有点硬啊，中间咬的时候呢，缺乏了一点点那个米的香味。而且上面这个白白的呢，也不是特别多，但吃的是一样的味道，同样是甜的。你看这个有点黄了，可能是时间过了啊。这个就更硬，兄弟们。但架不住人家便宜嘛，只能说吃的口感差一点，其他没什么，味道是差不多的。我记得之前的边角料美食视频里面呢，我们也拍过那个鲜贝的，我整体感觉味道比这个要好，所以买这个还不如去买那鲜贝，但是我忘记那鲜贝多少钱了啊。不过这个我感觉也还行啊，家里人分一分，其他人分一分，应该也就差不多。